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说的这个小姑娘叫小莹，是我们广西柳州的，今年32岁了。哎呀，说到她的故事，那真的是缘分妙不可言呢。她在柳州一家外贸公司上班，工作能力特别棒，年薪都20多万了。但是感情这块吧，就是一直不顺遂。小莹从小就长得水灵灵的，性格也温柔体贴，但她对感情特别认真，不愿意随便找个人就嫁了。我记得她跟我说过，丽姐，我宁可单身也不要将就。当时我就觉得这姑娘很有主见，但是在我们这儿，30岁还单着，那可真是让父母操碎了心啊。啥都好，就是感情不顺，这不，她妈妈都急得整天念经拜佛了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缘分这东西真是说来就来。去年春节前，小莹去参加一个外贸展会，在那儿认识了阿明。阿明是台湾高雄人，在台北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为人超级老实，看到小莹的第一眼就被他吸引住了。那天展会结束后，阿明鼓起勇气请小莹吃饭，小莹一开始还挺犹豫的，但阿明特别贴心，说没关系啦，就当交个朋友，认识一下也好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聊得特别投缘。阿明说话温温柔柔的，一点都不像小莹以前接触过的那些大男子主义的男生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阿明就主动跟小莹分享他在台湾的生活。说到台北的夜市、101大楼，还有那边的生活习惯，小莹听得可认真了。阿明说话的时候总会带着一些台湾腔，这样子啦那样子啦的，听起来特别可爱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网恋。每天视频聊天，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阿明经常半夜还在工作，但只要一有空就会跟小莹视频。有时候累了就说，莹莹，我就这样看着你也好，感觉整个人都充满元气了。在这段异地恋中，阿明每个月都会飞来柳州看小莹，每次来都会带一堆台湾的特产，什么凤梨酥啊、太阳饼啊，连小莹办公室的同事都被他的体贴打动了。小莹的闺蜜们都说，这男的也太甜了吧，根本就是偶像剧男主角现实版耶。半年后的中秋节，阿明特地飞来柳州见小莹的父母，他带着满满一箱子的礼物，还特意学了一口地道的柳州话跟小莹爸妈打招呼。虽然说的不标准，但那份诚意可真是感动的小莹妈妈直抹眼泪。当天晚上，阿明就在月光下向小莹求婚了。他说，莹莹，我知道要你离开家乡去台湾不容易，但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好好疼你。小莹听了心都要融化了，这难道不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吗？婚礼结束后，小莹就随着阿明去了台北。刚到台北的时候，说实话，小莹还真有点担心自己适应不了。但是没想到台北这座城市给了她好多惊喜。先说说他们的新家，在台北信义区的一个小区里。虽然房子不算大，但收拾得可温馨了。阿明特地请了一位阿姨来教小莹做台湾菜，什么三杯鸡啊、卤肉饭啊，现在小莹都能做得有模有样了呢。阿明每次吃到都说，哇，到老婆，你的手艺真的很厉害耶，比外面的还好吃啦。小莹最喜欢的就是台北的捷运了。哎呦，这可跟咱们大陆的地铁不太一样。第一次坐捷运的时候，小莹就被震撼到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在捷运上，大家都特别自觉地排队，而且车厢里安静得很，大家都不大声讲话。最让小莹感动的是，只要看到老人家或者孕妇上车，年轻人马上就会让座。有一次，小莹在捷运上看到一幕画面，让她感动得差点掉眼泪。那天她坐在位子上，看到一位拄着拐杖的阿嬷上车了，还没等小莹起身，旁边一个戴着耳机的男高中生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还很有礼貌地说，阿嬷，这边坐啦。阿嬷坐下后，这个高中生还主动问，阿嬷，你要去哪里？需要帮忙吗？阿嬷说要去台北车站，这个学生就一直在旁边照顾着，到站了还特地扶着阿嬷下车。这种温暖的画面在台北的捷运上每天都在上演呢。小莹说，台北的捷运真的超级方便，而且特别准时。站台上都有电子屏幕显示还有几分钟到站，根本不用担心误点。最神奇的是，他发现台北人有英雄站的习惯，
就是靠近车门的地方会空出一块区域，让要下车的乘客方便通过。在台北生活久了，小莹也学会了很多当地的说法，比如卡哇伊就是可爱的意思，好虾就是好吃，郁闷就是不开心。阿明的妈妈特别疼小莹，常常说这个媳妇真的很好，我们家阿明没娶错人啦。每到周末，阿明都会带着小莹去台北各处逛逛。宁夏夜市的盐酥鸡，士林夜市的大肠包小肠，小莹都爱得不得了。有时候下着小雨，两个人就打着伞在永康街散步，看着路边的老店，感觉特别浪漫。阿明的朋友们也都很照顾小莹，常常约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大家都说小莹是仙气女孩，性格超好。小莹说，在台北完全感受不到自己是个外地人，大家都把她当成自己人。即使有时候她说话带着大陆口音，别人也从来不会笑话她，反而觉得很可爱。说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小莹很幸福啊？不过啊，在台北生活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。比如说有一次，小莹在捷运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那天小莹坐捷运去台北101附近逛街，车厢里人不多，她正在看手机。突然听到一阵骚动，原来是一位妈妈带着2个小朋友上车了。那2个小朋友大概3、4岁的样子，是双胞胎，可爱得不得了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其中一个小朋友不小心把手上的饮料洒了，溅到了一位穿着西装的大叔身上。那位妈妈急得面色发白，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。”谁知道那位大叔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笑着说：“没关系啦，小朋友吗？我家的也常这样。”更让小莹感动的是，周围的乘客立刻有人递上纸巾，有人帮忙擦地板，还有人安慰那位焦急的妈妈。那位大叔还逗着小朋友说：“下次要把饮料拿稳稳的哦。”逗得小朋友咯咯直笑。这一幕让小莹觉得台北人真的超级温柔。在台北生活一段时间后，小莹发现这边的人真的很注重生活品质，像是垃圾分类，大家都做得特别认真。每天晚上固定时间，垃圾车会放着音乐来收垃圾，整个社区的人就会准时下楼倒垃圾。阿明说这是台北人的一种生活仪式感。阿明的爸妈也特别疼小莹，每到节假日就会邀请他们回高雄老家。阿明妈妈总会准备一桌丰盛的菜，而且每次都会特地做一些广西的菜，就怕小莹想家。有一次还特意学做了柳州螺蛳粉，虽然味道不太正宗，但那份心意真的让小莹特别感动。在台北，小莹最爱的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的称呼了，邻居阿姨都叫她莹莹，超市的店员都会说谢谢你哦，就连公交车司机也会对每个上车的乘客说欢迎搭乘。这种处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，让小莹觉得特别温暖。工作方面，小莹在阿明的公司帮忙处理大陆的业务。她发现台北的工作环境也很不一样，大家都很注重效率，但是氛围却不会太紧张。每天中午，同事们都会相约去觅食，这是台湾人说找吃的的说法。茶水间还常常会有人带自家种的水果来分享。小莹最喜欢的是公司附近的便当店。每到午餐时间，老板娘看到她就会热情地喊：“莹莹来啦，今天有你最爱吃的卤肉饭哦。”这种被记住、被在意的感觉，让小莹觉得自己真的融入了这座城市。这不，前几天阿明跟小莹说要带她去垦丁玩，说是要给她一个惊喜。小莹正开心地准备着呢。各位想不想知道阿明到底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原来啊，阿明早就计划好了要在垦丁给小莹一个难忘的结婚纪念日。他特地订了一间面朝大海的民宿，而且还在房间里布置了满满的玫瑰花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他还准备了一个超大的惊喜。那天一大早，阿明就开车带着小莹往垦丁出发。一路上，小莹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感觉特别开心。到了民宿后，阿明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老婆，你先去房间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去海边走走。”结果到了傍晚，阿明带着小莹来到沙滩上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天空中绽放出绚丽的烟花。原来阿明早就安排好了一场沙滩烟花秀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邀请了小莹在台北认识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庆祝。大家围着萤火，吃着烤肉，唱着歌，好不热闹。小莹感动得直掉眼泪，她说：“真的没想到你会准备这么多。”阿明笑着说：“傻瓜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”
接着，他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，里面是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。阿明说这是他特地去澎湖买的，因为知道小莹最喜欢珍珠了。说到这里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。前阵子小莹特地回柳州看望父母，在机场候机的时候遇到一件暖心的事。她不小心把行李箱摔倒了，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。正着急的时候，旁边几个台湾游客立刻过来帮忙，一位阿姨还安慰她说：“没关系啦，慢慢捡，我们帮你。”这让小莹想起了在台北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她说，虽然一开始会想家，但是现在的台北就是她的第二个家。街坊邻居都特别照顾她，就连楼下的早餐店阿姨都记得她爱吃蛋饼加葱。现在啊，小莹和阿明的感情越来越好，他们还计划着要个小宝宝呢。阿明总说，等有了小孩，一定要让他既会讲闽南语，也要会说普通话。小莹常常开玩笑说，那不就成了个台湾腔的柳州人咯。前几天，小莹还跟我视频，说她现在特别喜欢在假日的时候，跟阿明一起骑单车去河滨公园散步。她说台北的生活节奏虽然快，但是大家都很懂得享受生活。下班后约3、5好友去喝个手摇茶，周末和家人去泡个温泉，生活过得特别充实。哎呀，说到这里，小莹和阿明的故事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啦。看着他们这么幸福，丽姐我也特别开心。缘分这种事情真的很奇妙，有时候看似遥不可及的姻缘，说不定就在下一秒相遇了呢。各位单身的宝贝们也不要着急，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属于你的缘分一定会来的。记得关注丽姐，下次我再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。也别忘了给丽姐点赞，如果觉得故事暖心的话，欢迎打赏请丽姐喝杯奶茶哦。